Hello，大家好。咁今日咧會同大家開箱咧 iPad Mini 5。我相信一眾 iPad Mini 嘅 fans 咧望穿秋水，終於等到佢今日啦。咁咧今日咧我就會同大家簡單咁樣介紹下 iPad Mini 5同上一代 Mini 4有咩唔同。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 ，Let's go！ 咁今次 iPad Mini 5咧用嘅晶片咧就係同2018年旗艦 iPhone XS、XS Max 係相同嘅 A12 晶片啦。咁所以我攞上手咧，其實喺感受到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打機呢一部分。咁基本上咧，我用 Mini 5咧玩 Fortnite 咧係非常之流暢，而係冇 lag 嘅。咁基本上咧係可以完全滿足到而家新嘅遊戲嗰個需求。因為畢竟上次 Mini 4咧已經係4年前嘅產品啦，咁其實係用緊一個 A8 嘅晶片，咁我諗相信 A8 嘅晶片咧係基本上應付唔到而家嘅遊戲。咁除此之外啦，A12 嘅晶片咧係擺喺 iPad Mini 5度咧，其實嗰個喺打機嘅過程中啦，玩咗半個鐘幾鋪嘅 Fortnite 啦，咁其實嗰個散熱程度咧係控制得好好，咁基本上只係有微微嘅暖嘅啫。咁相對起 iPhone X 嘅話咧，咁嗰個散熱程度的確控制好好。咁呢個就因為 iPhone X 我之前玩過，攞嚟玩 Fortnite 咧，玩一兩鋪已經係辣手㗎啦。咁所以咧，今次個 iPad Mini 5咧，我諗用咗 A12。喺應用程式之間嘅切換啊，或者再入咧都係快咗嘅。但係我諗你會體會到佢最大嘅分別同埋威力咧，始終喺打機呢一部分。咁所以如果咧你係中意打機嘅話咧，咁 Mini 5都係唔錯嘅選擇。咁第二個唔同咧就係今次 iPad Mini 5咧就用咗一個寬廣色域嘅 P3 螢幕。咁理論上咧個顏色顯示得會豐富啲同埋靚啲嘅。咁除此之外啦，咁 iPad Mini 5咧同 iPad Mini 4一樣咧，個螢幕咧係用貼合式嘅螢幕設計。咁換言之咧，玻璃同埋螢幕之間咧係冇 gap 位嘅。咁咧睇落去咧個螢幕顏色嘅色水會實啲啦，同埋個機身會薄啲嘅。咁我手頭上有 iPad 2018啦，咁你可以見到咧。iPad 2018咧就係用一個有 gap 位嘅設計啦，咁其實嗰個顏色睇落去咧會冇咁實色，同埋個機身咧都會厚啲嘅。咁 iPad Mini 5咧新增第三個功能咧就係支援 Apple Pencil 同埋 Logitech 嘅電容筆，咁佢嘅效果咧其實同以往 iPad 2018嘅畫畫效果係一模一樣嘅。咁基本上如果你話做一啲簡單嘅書寫啊，或者簡單畫下畫咧，個效果都係唔錯。咁當然如果你需要專業嘅書寫或者畫畫，咁 iPad Pro 個 mon 大啲會比較適合啲啦，同埋120Hz 嘅螢幕，佢個筆觸咧基本上會跟得更加足。咁但係喺 iPad Mini 5佢個筆觸嚟講，你睇到其實都非常之唔錯。咁另外咧 Logitech 嘅電容筆咧係冇壓感應嘅，咁呢度咧大家要留意下啦。咁但係個價錢咧就比 Apple Pencil 平200蚊度。第四部分啦就係機身設計，今次我買嘅係 LTE 版本，咁佢嘅天線咧係用咗幼天線嘅設計啦，咁另外咪都擺咗喺機身後面，咁同 Mini 4有啲唔同。咁但係大致上咧嘅 Mini 5咧個機身設計同 Mini 4咧有90%相似。咁另外佢嘅 Home Button 咧亦都冇用到 iPhone 7、iPhone 8嘅電動摩打嘅Home Button 啦，佢係用咗一個物理式按鍵。咁呢度咧就可能要注意一下，避免撳得太多，撳壞咗個按鍵，用多啲 iPad 嘅手勢操作。最後啦就係 iPad Mini 咧個機身咧就係308g，咁比起 iPad Mini 4咧就重咗4g左右，咁基本上係冇乜分別。咁拎上手啦，就延續翻 iPad Mini 4嘅優點，就係拎上手係十分之輕巧。好似我每晚臨瞓前都會用下 iPad 嘅話咧，咁其實咁樣攞上手、舉上手、攞一陣咧都唔會太攰嘅。咁呢個亦都係 iPad Mini 5嘅好處。如果你有 iPad 2018或者有其他 iPad 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基本上個機身重量都平均超過450g。咁其實又好似我臨瞓前攞 iPad 嚟用嘅話咧，有陣時揸上手舉一陣已經覺得好攰。咁呢個亦都係我認為 iPad Mini 5輕巧嘅好處，就係舒服。咁點解會買 iPad Mini 5咧？因為最主要咧就係我嘅使用場景啦，大多數都喺地鐵站同埋通勤時間。
咁通常咧，以往咧，我會利用呢段時間咧，去用我部 iPhone X 咧睇唔同類型嘅文章同埋睇 Kindle 嘅，主要睇一啲文字內容嘅嘢。咁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始終 iPhone X 咧個螢幕太細啦，睇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隻眼咧就好快攰同埋好唔舒服。咁所以咧，見 iPad Mini 5出咗咧，就希望買部 iPad Mini 5咧就代替咗部 iPhone X， 咁就去做一啲睇文字性質嘅功能。咁亦都係咁嘅原因啦，我就買一個 LTE 版嘅。咁有陣時可能喺唔同嘅環境，例如主要喺地鐵站啊、Starbucks 啊，或者一啲喺戶外嘅時間，我都可以睇唔同嘅嘢。咁同埋仲有一個原因咧，就係有陣時我跑步機嗰陣時咧，我都會用到佢，因為跑步機真係太悶。如果你睇 iPhone X 咧，個 mon 咧又細得滯喎，咁所以咧我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買 iPad Mini 5咧係用跑步機嗰陣時去用嘅。如果你冇以上嘅需求嘅話咧，如果你淨係想一部 iPad 可能擺喺屋企主要攞嚟娛樂用嘅話咧，咁我就建議你買 iPad 2018。咁始終螢幕越大係越享受嘅。同埋咧，買 iPad 2018個價錢上亦都比起 iPad Mini 咧平700至1000，因為你唔需要帶出街啊嘛，咁你亦都唔需要 LTE 版，咁個價錢上亦都係比起 iPad Mini 吸引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你淨係家用嘅話咧，我就覺得唔需要買 iPad Mini 5。你諗住買 iPad Mini 5嘅話咧，又如我好似我咁嘅需求嘅話，我就會強烈建議你買 iPad Mini 5嘅 LTE 版。因為可能你會諗到買 iPad Mini，但係我用手機 share 去 iPad Mini 咪 OK 咯。但係實際我覺得操作起上嚟咧係冇咁方便，同埋始終你出街得用，你為咗便攜，咁我就認為要便攜到底。同埋而家坊間你買一啲儲值卡，例如一啲120蚊嘅年卡有20GB，咁其實都唔係好貴，個成本都唔係好高，咁所以我覺得 LTE 版咧係值得你去考慮嘅。咁我覺得另外一個吸引到人買 iPad Mini 5嘅原因咧，就係你中意玩遊戲，尤其是你玩嘅遊戲咧，你中意玩好似 Fortnite 或者傳說對決呢類型比較高少少需求嘅 game 咧，我就覺得 iPad Mini 5係比較適合。第一啦，就係個螢幕大啲，玩起上嚟會比較爽啲啦。咁第二就係佢個機身咧比較輕巧，咁你有陣時打機打耐咗咧，你隻手都唔會覺得攰。咁呢個操作上咧會比起細手機或者其他大嘅 iPad 會好好多。第三就係佢用最新嘅 A12啦，咁其實個價錢上比你起用買翻 XS XS Max 或者 XR 咧個價錢都係比較經濟啲。咁我手頭上有 iPad 2018啦，咁攞嚟玩 Fortnite 嘅話咧，咁感覺上就係螢幕太大嘅話，有陣時都會影響咗個操作性，個操作感覺會好差，因為好多時可能啲掣都唔會太就手，因為個螢幕太大。同埋除此之外啦 ，iPad 2018始終比較重，揸咗一陣咧，其實都會覺得好攰。咁所以呢一方面我都係覺得 iPad Mini 5咧，會比起一啲大螢幕嘅 iPad 咧，會更加好嘅喺遊戲方面。咁如果手頭上有 iPad Mini 4嘅你，究竟值唔值得升級呢？咁我覺得主要睇3個因素。第一就係你需唔需要玩遊戲；第二就係你 iPad Mini 4嚿電池係咪已經打柴；第三咧就係你用嘅其他應用程式係咪 iPad Mini 4已經應付唔到。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淨係攞部 iPad Mini 4係普通上 YouTube 或者普通上網嘅話咧，我就覺得唔太需要升級，你可以繼續用你嘅 iPad Mini 4。咁今日嘅影片咧就去到呢度，咁希望今次呢段影片咧可以幫到你啊！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嘅話，可以俾個 like 或者留言，咁另外亦都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咁有機會我哋下次再見，拜拜。